有沒有發現，人生最容易吵架的3件事，就是錢、房子、遺產。平常一家人和樂融融，阿公還在的時候，大家都是爸爸你慢慢吃，等到遺囑一打開，瞬間變成這房子憑什麼給哥哥？他平常都沒回家，現在跑第一個。有人說遺產不是分錢，是分裂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父母沒有留下房貸，卻留下兄弟反目；沒有留下財富，卻留下幾十年的怨恨。然後呢，如果今天神要問你，你準備留給下一代什麼？你的答案會是什麼啊？今天的以西結書46章16到24節，看起來又像一本房地產法規耶。君王可以把產業送給兒子，可以暫時送給僕人，但到了禧年要歸還。後面還介紹祭司煮祭物的廚房。很多人讀到這裡直接想睡。然後呢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別急，真正的重點現在才開始啊。神其實在教一件事：權力不能任性，祝福不能濫用，責任必須傳承。當時的君王不是老闆，而是神托管土地的管理員。意思就是這不是你的，是神暫時交給你的。這句話如果放到今天，真的很震撼。你的房子是神托付的，你的公司是神托付的，你的存款是神托付的，你的孩子更不是你的私人收藏，而是神交給你培養的人。可是現代人最容易犯一個毛病，只要名字寫我的，就覺得可以隨便用。買了一台新車，停車位橫跨2格；買了一間房子，就把鄰居當空氣；升官了，就開始把同事當小弟。有權力之後，人最容易忘記自己只是管理者。然後呢，經文說，君王不能隨便侵占百姓的產業。神為什麼管這麼細？因為他知道，人一有權就容易越界。今天不用當國王，當主管可能就開始亂指揮，當父母可能就控制孩子的人生，當教會同工可能就覺得自己說了算，甚至有人談戀愛，把我愛你翻譯成你只能照我的意思。那不是愛，那叫遙控器啦。真正的權柄不是讓別人怕你，而是讓別人因你得祝福哦。耶穌也是這樣，他擁有最大的權柄，卻選擇替門徒洗腳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權力越大越驕傲，而是責任越重越謙卑。然後經文突然跳到祭司的廚房，等等，前面講土地，後面講廚房哦，畫風是不是變太快？其實一點也沒有。神連煮東西的地方都安排好，意思就是敬拜不是只有聖殿裡的10分鐘，而是包括準備的每一個細節。很多人以為屬靈就是站在台上，其實把椅子排整齊很屬靈，默默洗碗很屬靈，接送孩子上下學也很屬靈，每天替家人準備晚餐同樣可以榮耀神。神從來不只是看聚光燈，而是看廚房哦。這世界只注意舞台，神卻常常走進後台。所以不要小看那些沒有人鼓掌的日子，沒有人知道你每天努力工作，沒有人知道你默默照顧父母，沒有人知道你每天為孩子禱告。但是神知道，真正偉大的生命不是在掌聲最多的地方，而是在忠心最多的地方。最後，這段經文其實一直在問我們一個問題：你的人生到底留下什麼啊？有人留下很多房子，有人留下很多賬戶，有人留下很多獎牌。可是孩子最懷念的，往往不是爸爸賺多少，而是爸爸有沒有陪他；不是媽媽留下多少珠寶，
而是媽媽有沒有教他怎麼愛人。真正的遺產不是銀行存款，而是生命榜樣。當有一天我們離開世界，人家記得的不會是你的手機型號，也不是你的薪水數字，而是這個人讓我更靠近神，這才是最有價值的傳承。所以以西結46章不是在討論土地法，而是在提醒我們，人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托付，你不是擁有者，而是管理者。你不是來霸佔，而是來祝福。你不是只為今天而活，而是在塑造下一代。金句：真正的遺產不是留多少財富，而是留下多少生命。真正的成功不是擁有一切，而是忠心管理神所托付的一切。